点上我念赢了，同学们啊，你们应该奖赏了获得。这3个山头的学生代表大概一共有30-40个人，然后刘延东，那当时是团中央的第1书记，又带来共青团和官方学生会的代表大概有20个人，加上我刘晓波、王军涛、陈小平、郑也夫、李素等等，我们算是中间人。还有统战部的工作人员，那一共有70-80个人，把统战部的第6会议室挤得满满的。严明富进来以后，坐在会议桌的一头，然后看见我之后就打手势让我坐在他旁边。我没过去，和刘晓波、郑也夫、李素坐在了另一头。严明富看我和刘晓波很亲密的样子，显然是不太高兴。当时我心里想，我把刘晓波给拉来，恐怕已经犯了大忌了。在这儿我要做一点解释。实际上呢，我把刘晓波拉到这个会场上也是出于偶然。我们快要上车的时候，不是从他家里走吗？我快上车的时候，假客气了一下，我就问刘晓波，我说这个小波，你是不是也一块儿去？我原来满心以为，按照他原来的那种公开的这个调门，他应该会说，我才不去呢。没想到他欣然同意。哎呀，结果我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因为我知道刘晓波是这个严明富这统战部，哪怕就是最温和的专门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工作的统战部，也是绝对接受不了。确实，后来这就成了严明富的一大罪状。好吧，我接着说。开会以后，严明富首先做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。他先做了自我介绍，说自己也是学生出身，长期是搞俄文翻译的。他没说，他给好多这个最大的这个中共最大的领导人当的俄文翻译，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。他说他文革中坐了8年的牢，文革之后当百科全书的副总编，然后到人大常委会当秘书长，1985年才到统战部。他说统战部是信息传达渠道。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建议我和同学们对话，然后他就按照当时上边的口径，他首先肯定了学生们的爱国热忱，但是他反对同学的做法。他呼吁在场的同学顾全大局，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。他说，中央是有对话诚意的。就在当天下午，赵紫阳、胡启立、温家宝和他一起，已经应总工会的约请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。下礼拜1决定和学生代表对话。他没把这次座谈说成是对话。他认为这就是座谈，不是对话。他说，赵紫阳同志有一点意见，希望不久会在电视上广播，使同学们知道。戈尔巴乔夫马上就要来访华，能不能顺利进行，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事情。学生们酝酿采取行动，如果天安门广场聚集了2-3万人，连欢迎仪式都不能进行，会有什么后果？学生们的合理要求，政府和党中央都在研究，围绕热点问题正在研究解决办法，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。当时这个民主和法治可不是这个法治，可不是3点水，这个法治不是 rule of law， 是那个制度那个法治，那就是 rule by law。不是说这个法律是约束所有的人，尤其是约束政府，
更主要是约束最高领导人的，而是统治者用法律去约束老百姓，自己不受法律约束。这是就是立刀的那个制度治的那个法治。他说，政府和党中央都在研究，围绕热点问题正在研究解决办法，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，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。同学们可以有多种意见，但要是做出损害中苏会谈的事情，必定会使亲者痛，仇者快，是不会得到人们支持的。同学们的意见，他一定向中央直接反映，凡是他所了解的情况，一定坦诚地传达给同学们。同学们尽管畅所欲言，不要有任何顾虑。这是严明富的开场白。接着就是学生代表的发言。第一个，沃尔开西，他首先发言说：“我叫沃尔开西，我的名字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。”我听了他这番自我表扬，简直头皮发麻。他说：“我今天是以爵士团团员的身份参加座谈，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高自联的常委。我认为我们应当对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做出积极响应，所以我们不准备在5月15号搞游行。绝食是大家认为最和平的方式，有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认为绝食的目的在于迫使政府表现出诚意。至于绝食会不会延续到15号，同学们的意见是，只要问题不解决，1个星期也会有人坚持下去。426社论导致了4月27号的大游行，现在政府的行为有改善。为什么同学们还没完没了？因为对政府的诚意，对社论，指这个426社论耿耿于怀。427游行是我们高自联组织的，1个月了，提出的要求政府还没有答复，什么道理？5月15号是否还会游行？我只能说，尽可能避免。根子是社论，动乱的帽子不摘掉，即使戈尔巴乔夫来访问，我们不上街，以后也会上街。对社论，我谈几点看法：政府必须赔礼道歉，必须认错。人民日报要不要负责任？应当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充分了解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来评论。新闻记者大游行，报上只有短短100几十个字，冷冷的调子，我不认为这是小事，应当放在头版头条。前一段的新闻报道恐怕不那么确实。沃尔开西这里边当然了，20岁出头的学生，他当时就算是已经表达的相当的清晰了。那他其中讲到的一个关键，这是他整个这番话其实是说的最有道理的一条，就是说问题的根子在426社论。这个社论给学生定性，如果不纠正的话，这个学生的这场对抗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。426社论是怎么来的？那以后我在别的节目里头我再讲。怎么会出来这个426社论？谁应该为这个426社论负责任？那以后再说。但是确实，这篇社论是问题的根源所在。沃尔开西说完之后，接着就是王丹发言。他说，赵紫阳似乎非常担心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我们有所动作。记者也问到这个问题，我回答说，我们这是国内事务，戈尔巴乔夫是国事访问，不必担心。这都是什么狗屁逻辑？426社论所定的动乱必须予以平反，必须以公开赔礼道歉的方式纠正，否则学运一点成果也没有，同学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，学运是不会平息的。希望给中央一个忠告，
一个政府，一个执政党必须建立在民意之上，不要失民心。希望能认真考虑学生的意见，这也是社会各阶层的共识，否则是很值得忧虑的。我只能点到为止。我评论一句啊，王丹说的以上所有这些道理，没有一条不对，都完全正确。问题就是你做得到做不到。你对面的这个跟你座谈的人，他们能接受吗？第二，你和这个共产党比起来，你是处于绝对的劣势。你如果直接对抗，那你如果一步不让，寸步不让的话，就只能是对抗。对抗对你是有利还是不利？你想过这个后果吗？第三，你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东西？你是说我追求的就是让我的理想一下子就实现，还是说你要得到什么具体的、确确实实能够付诸实践的结果？这些他们恐怕根本从来都没想过，只是从书本上看到说我们所有这些诉求都是正确的。然后我只要诉求是正确的，我就一切都是正确的。我把这叫政治幼稚病。当然了，他们2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不能责怪他们。所有这些病都是从共产党那儿学来的，共产党从小灌输的，我把它叫党文化。接下来第3个发言的是马少芳。他说，动乱的帽子必须摘掉，学生5月6号提出要求对话，拖到下周1才进行。可是新闻界要求对话，第2天就安排了，这不公平。严明富回答他说，没有对话，那是座谈。然后是向小吉发言，他说，我们5月6号提交了请愿书，5月8号中办的信访局郑佑梅局长和我们接触了，5月1号通电话，昨晚信访局同志到我宿舍，我不在，约我今天上午10点谈了一下，告我星期1对话。他要求我们提交20名代表的名单，我带去了，并且告诉他我们要求现场直播，以免被剪接歪曲真相。下午得到消息，下周1对话的不完全是我们只是一小部分。严明富问他哪来的消息，他说北方交大的消息已经证实了，这种做法引起学生们强烈的不满。我们要求和对话代表团单独的公开的对话，我们是充满诚意充满善意的。我们想谈3大问题，第一，学运的性质和背景；第二，426社论；第三，宪法35条，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；世界经济导报事件，高自联的合法性；北京市关于游行的10条规定。信访局的同志只说出面对话的是中央和政府的负责同志，任何细节都没有。我们不反对下周1的学联对话会，我们欢迎政府这种态度，但我们要求单独公开的对话。对话团的沈彤说，5月5号学生们要求对话的请愿书交上去之后一直得不到答复，所以才有自行车游行和绝食行动。同学们急切盼望着对话，很多同学都是从子阳同志的讲话得到鼓舞才参加对话团的。今天绝食的出现不是5月15号戈尔巴乔夫来访这个日子的问题，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动乱的提法，连改变的姿态都没有。博尔开西要求听听严部长的意见，他说20多天了才得来今天这个机会，真是机会难得啊。严明富就说了，
他说，同学们的意见我会一字不改向中央汇报。关于对话，从4月27号，中央就在认真思考同学们游行的深层原因，是我们国家存在程度不同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。这些问题的解决，同学们的要求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，是得到全国人民共鸣的。采取什么措施，不是1天2天就能答复的。如果采取敷衍态度，我们可以马上同意对话。我们的党中央、国务院不是一个同意甚至推动腐败的党中央和国务院，否则我们不会在报纸上揭露腐败现象，决定审计5大公司等等。认真严肃的答复不是1天2天能做出的。对话是民主制度的一项内容，以前没有贯彻13大决议，你们推了一把，我们已经反思了。在座的中青年学者可以作证，就在这个桌台，我们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。今天下午，大中企业的代表说，大中企业始终没搞活，当前治理整顿和经济发展有矛盾，如何解决？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才能不滞后？新闻法、结社法、游行示威法都在认真准备。政府对话的诚意，同学们发生怀疑，我感觉我们首先应当做检讨，没有及时把4月27号以后的思考传达给大家。昨天香港《镜报》的徐四民问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，接着严明富就把上午对我们谈话的有关内容复述了一遍。他接着说，我认为4月27号和5月4号的处理方式是成功的。中央的确担心绝食会影响中苏会谈，希望同学们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和爱国热情。中苏关系的改善会使我们没有一个敌国。我对徐四民先生讲，我今年都58岁了，还能干几年呢？过几年就是他们，他是指学生们，来推进改革，希望他们能继承一个好的遗产。但客观事态的发展往往会影响结果。我不想讨好同学们，但将来确实要由你们来决定的。如果你们希望得到一些好的遗产，就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。现在30几岁、40岁的一代之后就是你们的一代，你们注定不是享乐的一代，是忧国忧民的一代。我希望大家不要怀疑政府的诚意。学生代表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王超华接着发言。他说，我代表高自联常委会做个发言，表明我们的态度。第一，对话代表团5月3号成立的，是向小吉、沈彤召集的，我们协助做了组织准备工作。3个团体，高自联、对话团、爵士团，都是学运的产物。我们向中央做了让步，我们是考虑到我们的责任的。报刊上多次提到非法组织，对话团的成立就意味着不一定要以承认我们高自联为前提。对话团事实上是更广泛的代表了同学。今天请我们，没有请学联，就表明政府承认了我们。严明富马上打断他说，我会把刚才你们要求单独对话、公开、公正、客观报道的意见传达给中央。但是我不认识同学们，我们是请几位老师把他们认为有代表性的同学请来。严明富是指是他想要避嫌，并不是说他就意味着他承认了这些学生的这些自治组织。王超华接着说，没有任何人能代表同学，都是自发的。强烈的反映，9号召开了高自联全委会，到会只有20几所高校代表，今天的绝食一下子就有40多所学校参加，
我们很愿意合作，同意子阳同志的意见，但并不是我们就能控制学生的情绪。对学运的处理，假定4月20号不出动军警，4月21号能出来对话，4月26号不发社论，4月29号不搞那样官方导演的假对话，学运是能够平息的。这是促使5·4大游行的重要原因。5月4号以后，政府比较明智，为什么还有绝食？因为动乱的提法没有改过来，同学们深感忧虑。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使同学们不能不顾虑秋后算账。外地同学至今不敢告诉家里，应该让同学们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。”不然同学们还是直不起腰来。希望对社论做出明确表态。随后少江讲到他们在学生中搞了一个民意测验，对官方不信任的占 90%， 要求退出官方学联的占 82%， 对学生自治会支持的占 80%。就说明学生和政府对立的非常严重。接着是孙立平、刘晓波、闵琦等知识分子陆续发言，话题越来越分散。刘晓波发言的大意是，和学生们比较起来，知识分子们应当感到惭愧，知识分子应当为自己缺少行动的勇气而忏悔。李肃有点焦躁，一再催我代表他和郑也夫发言，把会议引入正题。正题是怎么解决当前事态。于是我不得不发言了。我说，我想代表我自己、李肃和郑也夫3个中间人说几句话。对于当前事态，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意见和评价，但我们今天不是来谈这些的。我们今天把同学们找来，是想调解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立，大家共同努力找到一个能为双方都接受的平息事态的办法。因为双方都有一些不愿事态平息的人，我们必须想办法说服他们。我想谈2点意见供同学们参考。首先，你们是要解决问题，还是想显示力量？我认为双方显示力量已经显示得很够了，到了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下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。其次，要想解决问题，双方都必须有妥协意识，学会做出适当的让步。对立的双方都应当能够首先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位置上，体会一下对方的处境，他那一方各色人等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，以及双方的力量对比，然后提出对方可以接受的条件。也可以说，妥协意识就是下棋的意识。你每走一步棋，都要再三考虑对方可能的走法。有些走法很明显的是谁也不可能采用的，因为这种走法会使自己全线崩溃。你不能指望对方会这样走，毕竟这盘棋是双方在下，谁也左右不了谁。我说来说去就是2句话：第一，解决问题；第二，我们要多在操作层面想问题。李肃接着想要把问题说得更透一点。他说，到底是谁代表学生，谁代表中央？对426社论，中央态度也不一样。导报里边也有2派意见，悲观的一派认为做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另一派认为要依靠党内的积极力量。我听他的话之后，真有点替严明富担心。孙立平接着发表看法，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正确的评价学运。他提出几点意见：第一，能否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，由邓小平或别人
对学运做出正面的评价。第二，人民日报得有个举动，挽回426社论的影响。第三，要解决秋后算账问题。他认为学运已经有做善后工作的迹象，中央能否做出一定保障，不要有抓黑手的举动。孙立平这几点都说得非常到位。接着是几个学生代表发言，他们说3点关键是：第一，动乱的帽子必须摘；第二，承认高自联合法；第三，对话要平等。要想平息事态，5月15号对于社论的定性，中央要有明确答复。梁二说，广大学生在广场上等待政府的表态，否则5月15号，我认为没有人能保证不发生冲突。李肃接着想把议题导入具体的操作方面，他问学生代表，如果政府不用否定426社论，而用肯定赵紫阳讲话的方式，可以不可以？对话的名额，你们这边加20名，那边减一些，行不行？王丹当即拒绝了这个建议。他说，政府完全可以做到公开认错，因为政府一向是勇于认错的嘛。在座的人都发出了嘲笑声。